減肥竟然全靠吃，不節食怎麼減？小基數如何輕鬆掉體重？Hello，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 Ellie。那今天的視頻呢，應該就是大家感興趣很久也一直有在問的一個主題，就是關於減肥。大家來整理總結一下，我覺得減肥當中我做對了哪一些事情，哪一些事情是做完了之後呢，會能夠更高效的幫我們提升整個減肥的一個效果。那在視頻開始之前呢，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覺得減肥真的不是一味去追求體重秤上面的那個數字，更多的是希望自己看起来更緊實啊，會讓你整個人的狀態看起來更年輕，包括身體機能啊，我自己都會覺得稍微瘦下來一點之後呢，是會要好非常多的。我的體重是一度增長到了122磅，對於我一個身高只有1.58米的人來講，雖然現實生活當中也有很多人會安慰我說啊，其實也還好啦，我自己內心知道，再加上我的褲子之前可能是穿25或者26的，那段時間要穿到27左右，甚至更高，就肚子上的肉非常明显，而且臉上開始往下坠，整個人就是有一點泡泡的，看起來不是很好看。那既然這樣，我就開始嘗試着如何尋找一個屬於我自己的，然後能夠持之以恆的一個比較健康的狀態，并不是一味的說要去追求體重秤上的數字要從多少掉到多少我才滿意，而是說我希望這是一個可持續的。那拍視頻的當天呢，我自己特意有去上了一下秤，我的體重是大概掉到了109磅，整整掉了大概有13磅的體重。那減肥呢，我覺得有2件事情可以來跟大家探討，第一個呢就是吃，第二個就是動。那我覺得不管你是想要塑形還是要減肥，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一定是7分靠吃，3分靠練。你光練然後不管住嘴，那你可能會是一個非常結實的胖子。所以今天呢，就是主要的還是會把精力放在這兒，就是怎麼吃什麼，然後以及它背後的一個運作原理。那這個靠吃不是讓你們說餓着3天不吃飯，什麼多少天 fasting 這種事情都是不長久、不持久，並且還會打亂你身體的一個原本的節奏。人體本身的這個運作機能是非常聰明的，如果你長時間餓着，然後不給它進食，很多部件它就會開始停止運轉，從而去節省它的這個能量。從源頭開始減少消耗之後呢，那你自然的你的代謝就會變低。那大家都知道減肥其實就是吃進去的熱量要小於你代謝掉的熱量，這樣你才會瘦嘛。但是如果你的身体機能已經自動的開始把這個代謝的數字往下減少，那即便你是再少吃，你也是很難把這個東西的差距拉開的。所有人減肥真的不能節食，但是要怎麼吃，選擇什麼食物，這是非常關鍵的。我有3個原則，第一，要穩定血糖，每一餐都要有足夠的蛋白質，也就是它會給你這個飽腹感，而且呢，它不會讓你的胰島素變得紊亂，那你整個人的這個機能是屬於一個很穩定的狀態的。2，一定要吃夠，每一頓都要吃到大概8分飽，那你就不會有那種飢餓的狀態產生，那你的大腦就不會告訴你的身體，好，我現在要開始自我保護機制，然後我就不去消耗熱量，我就停止代謝。然後第3就是慢碳優先。那我覺得從古到今，我們的祖先很多都是屬於是餓的一個狀態，所以我們的身體機能會自然而然的就會想要去攝取這一些快碳，比如說大白米飯啊，那精緻碳水它就會吸收的特別好。那吃完也有一個非常強烈的特徵，就是你會很困，会暈碳。但是慢碳的話呢，就不太会有這個問題。那一般我選擇的就是比如說像蒸地瓜呀、蒸玉米啊、糙米飯也是可以。那每周在固定的可能我外食的時候，我會選擇去吃白米飯或者是白面條。然後第2部分就要來聊一聊選擇什麼樣的食物比較好。然後呢，我會去選擇 whole food。那 whole food 就是這個東西是從地裡長出來，它就是這個樣子，然後你吃到它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子，不要過分的加工，拒絕就是有 label 的東西。那比如說我們在超市看到的一包薯片，它上面是不是有一個成分表，有一個 label？ 那這個東西呢，它就不叫 whole food。花蔬菜、地瓜、玉米這一種所見即所得的，它就叫 whole food， 這個就是可以吃的。那當然，我也不是单純的逼自己每一頓都要去吃水煮餐，那也太慘了。我的烹飪方法非常簡单，要不就是蒸，要麼就是烤，然後最多就是煮成一锅亂燉。那味道的来源，其實我就是偶爾会去用 Costco 買的這一種花生醬，加點水調成。適當的時候，這些調味料或者是說醬料，你想吃的還是可以適當的去放。那一般我
一頓會吃點什麼，就是主要3個部分組成，一個就是這種高蛋白的肉類，比如說雞胸肉啊、蝦仁啊、雞蛋啊，還有豆腐。那紅肉的話，一般我就是會去選擇牛肉，豬肉的話吃的相对是比較少的。還有第2個大部分呢，就是高纖維的蔬菜。其實我覺得不管是什麼類型的蔬菜，你吃沙拉菜也好，你吃这種水煮菜也 OK， 反正就是一定要有盘子裡，如果劃分成5份的話，大概有3份的量是要給蔬菜的。黃瓜也是一個熱量很低的選擇，並且也會非常的爽口，搭配肉類在一起吃呢，還能提到一個解膩的效果。還有一個類型，我覺得也蠻推薦大家多吃，就是像類似泡菜這樣的發酵類的食物，它能夠很好的幫助我們促進整個肠胃的蠕动，吃得好，排得好，吸收得好，然後非常健康的这個吃飯的辦法之後呢，你的皮膚自然也會變得好。我會選擇的就是2種油，比如像橄欖油的話呢，一般就是直接拌沙拉生吃，然後或者是混一點 balsamic 那個醋，然後就可以变成沙拉的一個調味啊。煎牛排啊，或者是煎雞蛋這一類型的，需要有一個高溫的接觸，我們家一定會用的就是這個牛油果油，它的煙點非常的高，所以會相對來講比較的健康，而且呢，它一定是比所有其他的，比如說菜籽油啊，或者花生油、堅果油，都還要對人體好的一個油类。那關於零食這部分，我相信大家肯定就有人會問了，是能不能吃零食？答案是可以，但是一定要控制好量。比如說像在 Costco 買了一大包薯片，我们家呢就是会买回来之後分裝成小袋，那最多就是這一袋吃完了，理智會告訴我你不能再去拿第2袋了。這樣呢就是一個非常好控制量的一個辦法。那平常只要不外食，我們在家盡可能的都會吃的比較健康。那外食的話呢，我覺得既然都出來吃了，那就不要給自己太多的限制，可以把外食的次數降低1周1到2次，然後剩下的時間段我們都吃的比較健康，自然而然的就瘦下來了。我們家做減肥餐一般是不開火的，再加上其實北美這邊有很多的這種他們的抽油煙機的那個功力都是完全不行，使用頻率最高的就是這一台老板的蒸烤炸一體機。之前的話也是有用過一個別的牌子的這種蒸烤一體，但是呢他們家就沒有空氣炸鍋這個功能，導致我就是台面上有些時候還要再把櫃子下面的這個空氣炸鍋再搬到台上來，然後用完之後再放下去，就會非常的麻煩。那如果你想要節省空間，然後一台機器能夠有非常多不一樣的功能的話，我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老板這一台。而且我在拍視頻的時候呢，我就上官網看了一下，因為他們黑五嘛，有一個非常好的折扣價格，聊一聊我的使用感受。如果你有感興趣这台機器的話，也方便大家做一個參考。首先就是它的功能非常的多，比我之前用的那台還要多很多。它有空氣炸鍋、發酵、消毒、保溫，甚至是自清潔的模式，它都是有涵蓋在裡面的。那我之前用的那台機器有的功能它也全都有，所以說是更全面了。如果像我们家現在這樣的模式，就是不是很經常開火，又或者是你們家的人大概就是1家3口、4口這樣一頓飯，其實這台機器就可以一次性解決。平常用它做飯就非常的方便。比如說像早餐的話呢，一般我們就直接我會去用它的這種蒸汽烤的功能，分裝好放冷凍的bagel直接拿出來放進去熱，熱完之後這個bagel就是外面是酥酥脆脆，裡邊是這種非常好吃柔軟的一個麵包口感，就很方便。那當然它也可以去蒸，比如說咱們中國人傳統會吃的包子啊、饅頭啊、雞蛋啊這種，它都是可以一鍋直接全部蒸掉，非常的方便。而且呢，你也不用看火，就是按鍵選擇完之後，你人就可以離開了，就是全部都給你蒸好了，蒸汽量非常的足，不会像有些那种便宜的款式，就蒸出来的東西它不均匀，這款就完全不會。還有就是它的溫度控制的非常的精準，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會有一個擔心的問題，就比如說像雞胸肉啊，或者是三文魚、牛肉這類的東西，它出來的味道一定不好。但是一般的話呢，我就會稍微的用一些比較簡單的，比如說蠔油啊，然後料酒啊，再加上一個蒜粉，稍微給它醃一下，直接扔進去，用空氣炸鍋的功能呢，就做出來之後就是又好吃，就吃的真的就是食物本身。特別是這一道烤牛肉、牛排肉切成小丁塊，稍微拿蠔油、醬油、料酒以及這個蒜粉醃一下，非常簡單的一個配料，直接扔進去，用它這個空氣炸鍋的功能去烤它。烤出來之後就是這種牛肉是外面是
香香的，然後裡面又非常的嫩，你也不用擔心說自己煎牛排，一個是油烟很大，還要擔心它弄不熟。這個辦法就是屬於是牛肉怎麼做它都很好吃，整個蒸箱的容量非常的大，比我之前用的那台機器都還要大，有0.8立方英尺，非常的省水。把它的水箱裝滿之後呢，是可以蒸70分鐘的。外觀呢，整個放在廚房的岛台上，属於是这種非常简约的設計。前面的面板是黑色的，全觸摸式的觸控面板，包括水箱的開關方式都非常的高級。然後後面呢，它有幾個不同顏色選擇，我選擇的是這個奶白色，特別的可愛。整體使用下來，我覺得這是非常推薦大家入手的一款機器。你们家蒸要一個鍋，烤要用烤箱，再加上空氣炸鍋還要來一個鍋，就是倒不如把這些所有東西全部都整合起來，就一台機器可以頂所有功能，包括它也是可以去烤面包，然後它也有發酵的一個功能。像我自己平常的話呢，如果有時間，我是會自己去做面包的。我有一個非常乾淨的這個下巴塔的一個方子啊，就除了麵粉和橄欖油和水之外，就不添加任何其他的東西。這樣子的話呢，平常也可以偶爾當一當主食來吃，早上吃一吃這種，再配一份沙拉，也是非常健康的一個選擇。我也會把這個麵包的食譜呢貼在下方，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那接下來呢，就是要聊一聊遇到平台期怎麼辦。我比較推薦大家使用的辦法是用這種16+8的一個斷食法，並不是說完全不吃，而是把吃的時間能集中到一起，進食只留下8個小時的進食窗口。這樣的好處呢有以下幾個，因為只有8個小時可以進食，你能吃的東西肯定是有限的，而且你這8個小時可能吃完這一頓就飽了嘛，等到下一頓再餓的時候，你可能也就大概率就是1天2頓的一個節奏。那剩下16個小時呢，就是只喝水，如果要喝咖啡的話，就是喝黑咖啡，什麼都不加，其他呢就不要去吃。這樣的話呢，你的身體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屬於比較空腹的狀態，甚至是你可能晚上還沒睡覺前，你就會感受到飢餓。那這個時候呢，身體就會開始燃燒儲存在你身體裡面的這個脂肪。我還非常強力推薦給大家，吃晚飯的時間一定要早，盡可能讓你睡前的肚子就已經是消化工作完畢的一個狀態。你睡覺的時候，器官也是能夠得到一個休息，你會睡得更好。我之前看到一個很搞笑的比喻，就是如果你睡前吃宵夜，又或者是晚飯吃了不到2-3個小時，然後你就去睡覺了，這個時候呢，你的胃還沒有辦法下班，還要努力的去消化你剛剛吃的那些東西，那從而呢，就是你其他的習慣連帶着的，他們也都是在一個加班的狀態。那這個時候，即便是你睡覺了，你主動要關燈下班了，但是他們工作沒做完，他們也沒有辦法休息，所以你其實這個覺呢，就睡得不會特別的高效，也不會很舒服。那這個斷食法呢，它的餓其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去餓你的肚子，而是說呢，它會集中在一段時間裡幫你去重置這個身體的一個胰島素的一個反應，而且整個的代謝呢也會重新開始。那麼呢，你的體重自然而然的就是會掉下來了。最後一個部分呢，來聊一聊練。那我覺得練肯定是比較難的，相比於吃來講。但是呢，我又覺得練非常的重要，而且我覺得體型上的一個變化呢，包括姿態，也會讓你整個人看起來呢更年輕，然後氣質更好。所以我非常推薦大家，就是要把一大部分的精力放在無氧訓練上面。訓練你的肌肉，肌肉有了能撐住了，你這個人才不會垮，跟臉是一個道理的。那有氧呢，只是能夠幫助你增加你的一個消耗量，但是如果想要讓它長時間處在一個比較好看的體型，然後能夠一直瘦的話呢，就是要去鍛鍊你的肌肉，因為肌肉呢，就算你是在不動的時候，你不運動的時候，肌肉也是能夠幫你提升你的一個基礎代謝的。那關於練這一部分的，如果有感興趣的朋友呢，我覺得可以單獨再開一期視頻跟大家聊一聊，可以在底下留言評論告訴我，如果想知道我平常都是怎麼練，練些什麼。但這個練呢，當然它只占3分了，它並不像吃這麼重要，所以今天這個視頻裡面呢，90%時間都是在聊吃。那今天這個視頻呢就聊到這裡，希望呢能夠有給到你一點點的幫助，讓你的整個飲食習慣會更健康一點。瘦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呢是讓我們這一副身體可以運作的比較久。運作的久了之後呢，你當然也就更有時間去好好領悟，好好享受你屬於你自己的生活。那再一次感謝你撥空觀看我的視頻，有任何問題或者是想說的話，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評論互動。我是 Haley，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